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酸辣菜尾的食谱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今天我要煮的是酸辣菜尾，可是又想吃虎皮鸡爪，怎么办呢？我会用空气炸锅烤一些虎皮鸡爪，放入菜尾里。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虎皮鸡爪所需要的材料：鸡脚12只，黑酱油半汤匙。一开始我们先把这个鸡脚汆烫一下。我们把鸡脚冷水下锅，我们要把鸡脚里的血水煮出来。当我们看到水面上浮出很多泡泡，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，把鸡脚拿起，然后把它冲洗干净，沥干水分就可以了。沥干水分后，我们就把黑酱油倒入鸡脚里，然后把它抓均匀。放入黑酱油的原因是要让我们的鸡脚上色，等下烤出来颜色会比较漂亮。现在我们在气炸锅里放入气炸锅的烘焙纸，然后再把鸡脚一只一只的排进去。接着我们在鸡脚的表面刷上一层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鸡脚放入气炸锅里，用200度烤25分钟。我们在烤的期间，记得要时不时都翻动一下鸡脚哦，让它整只鸡脚都均匀的有被烤到。哎呦，为什么那么黑？没事没事，这个是黑酱油的颜色，不是烧焦，别担心。我们把鸡脚拿出来后，马上放入冷水里，或者冰水也可以。我们让它浸泡1个小时，1个小时后，虎皮鸡爪就完成喽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酸辣菜尾所需要的材料：清水3000 ml， 烧鸭骨650克，虎皮鸡爪300克，芥菜135克，番茄2粒。酸菜250克，微辣的辣椒干15条，蒜头2粒，阿三片20克，姜片15克，蒜米红葱10克。盐1茶匙，白糖2汤匙，番茄酱1汤匙，蚝油1汤匙。首先我们在锅里放了一点油，然后把蒜米红葱倒下去爆香。我们也可以把姜片还有整颗的蒜头一起放下去，一起炒一炒。这个蒜头记得要洗干净，把外面比较肮脏的皮拔掉哦。辣椒干也是可以放下去一起炒。如果这些材料你们不要炒也是可以的，只是炒了过后它会更香更好吃。
我们把这些材料炒一炒，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烧鸭骨倒下去，还有我们刚才弄好的虎皮鸡爪也可以一起倒下去。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把阿三片还有酸菜一起倒下去炒一炒，只是要炒到有一点香气而已啦，不是一定要把它炒熟还是什么的。这个烧鸭骨你们可以去卖烧腊的档口和他买，不过通常他都会送给你，不收钱的。如果你们不要用烧鸭骨，你们可以用烧肉烧鸡、烧鸭都可以的。其实这个烧鸭骨也只是要爆出它的甜味它的香气而已。我们再把这些材料炒香的当儿，我们也可以把那个3000 ml 的清水放在一旁，把它煮滚。当我们把这些材料都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关火，把这些材料直接倒入那个清水里。这个是厨师肥肥自己种的芥菜，因为很嫩，所以不需要那么早放下去煮。如果你们是在外面买的那种大芥菜，有很粗很硬的梗的那一种，你们可以先把它的梗放下去一起熬煮。现在我们等这锅酸辣菜煮滚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火关小，盖上锅盖，让它慢慢的焖煮30分钟。已经煮了半个小时哦，好大的烟哦，蒙蒙的一片，哇，好香哦！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番茄，还有厨师肥肥自己种的芥菜倒下去。哇哦，好满哦！要不要这样大锅哦？要吃多少天哦？这个酸辣菜煮越大锅就越好，放越久就越好吃，越入味。现在我们又把锅盖盖上，让它再煮多半个小时。又煮了半个小时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调味料了。我们把糖、盐、蚝油，还有番茄酱全部倒下去，然后把它们搅拌一下，让它们均匀。我们又盖上锅盖，又再煮多半个小时。哇，好香哦！这一轮应该可以吃了吧？不需要再等半小时了吧？怎么又盖上锅盖？厨师肥肥说要焖一焖才入味，今晚才可以吃。那只好先看温馨提示咯。如果怕芥菜会苦，可以先用热水汆烫一下，才放下去煮。所有的调味料都可以自行调整，调到适合自己的口味。如果不够酸，可以加阿三片；不够辣的话，可以加辣椒干。如果不要用烧鸭骨或者虎皮鸡爪，你们可以用烧鸡、烧鸭或者烧肉取代。刚煮好的酸辣菜尾不要急着吃哦，焖一焖会更加的入味。就算吃不完，收进冰箱，隔天再吃，会更入味，更好吃哦。下课，可以开饭喽！完成了，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酸辣菜尾。有哪一位朋友和我一样喜欢吃这一道菜的呢？有了这一道菜，2碗白饭没问题。酸辣菜尾就是要煮到所有的材料
都软软，然后非常的入味，这样才好吃。大家觉得呢？我个人觉得吃酸辣菜尾一定要够酸、够咸、够甜、够辣才会好吃。虽然说吃到太够味对身体不是很好，可是不够味的话又不好吃嘞，好像缺少了什么。我今天的酸辣菜尾有一点特别，是放了虎皮鸡爪的，而这个虎皮鸡爪还是用空气炸锅来炸的哦，这样就不会炸到整间厨房油腻腻的。你们看这个汤头已经熬煮到有一点浓稠度了，再加上这个颜色，一定好喝了哦。最喜欢就是吃菜尾里的芥菜或者酸菜，它已经包到非常的软烂，非常的入味了。它吸收了整碗汤汁所有的味道，你觉得会不好吃吗？再来看看我们的虎皮鸡爪，可以感觉到它已经包到非常的软烂了，只要轻轻的一吸，肯定它骨肉分离。今天的酸辣菜尾成功！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喜欢我们的分享酸辣菜尾，请帮忙点个赞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。谢谢大家。